在婚恋市场里，你知道你自己的竞争对手是谁吗？有一件事情哈，你一定要弄明白，在这里不是你想找什么样的，而是你能找到什么样的。有很多人都不太明白这个道理，这里并不是商品市场随便你怎么挑，这里是一个互选市场啊，不是你花了钱就可以想找个什么样的就能找个什么样的，想见到谁你就能见到谁。你要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啊，大概率你就找不到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肯定哈？因为我见的太多了。什么离婚带个孩子的女人想找个未婚的没负担的啊，要求还不低，最好条件好，颜值得过关，还得爱自己的孩子，视如己出啊，大方给自己花钱的男人。什么50、60岁的离婚男人还想找个黄花大闺女啊，没有感情经历，最好是个处女，还能给他生几个孩子。还有那种啊，长相平平、学历平平、家境平平的普通女孩，天天觉得自己是韩剧女主角啊，期盼着遇到个霸道总裁爱上我。还有那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哈，比如有个姑娘高学历啊，觉得自己呢就能跨越阶层了，配得上有钱人了，对资产的要求都不是过亿了哈，过亿在他眼里估计都不算是富有啊。有的男人哈，收入超越了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不少啊，就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天花板了，眼高于顶啊，对对象的要求那简直就是要上天了。我估计啊，不长成范冰冰、刘亦菲那样的颜值啊，他都不会动心的。我就挺想哈提醒一下这些来做梦的人，年轻未婚的大小伙子是吃了什么药吗？啊，人家非要找你个离异带娃的女人。还有啊，那个比你小20几岁处女的小姑娘，人家找个你老头子啊给你生孩子，不图你钱图你啥吗？你还不太乐意。那些想找霸道总裁姑娘的啊，就更可笑了啊！现实生活中，你的竞争对手啊，就是那些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大美女，人家可能学历还比你高，家境还比你好，你拿什么跟人家卷嘛？普信男啊，找大美女就更不可能了。你一定认为别的男人都不如你啊，他们还都眼瞎，是吗？好好想想吧。为什么不论男女哈，二婚带个娃你就注定不太好找了？因为二婚市场比你想象中要残酷很多。很多男的以为自己有钱，离婚了再找个年轻漂亮的没问题。可是你得看你自己啊，有钱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你是一个男的带个娃，那你肯定想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啊，没生过的啊，对吧？但是呢，人家没生过的干嘛啊要去找一个带孩子的啊，而不找一个也没有生过的或者是未婚的呢？他比你的选择面要大很多的，你一定是会排在最后的选择了。如果呢，这个女的她还既年轻又漂亮哦，还是未婚，那我就劝你啊，趁早就别想这个事儿了啊。现在呢，年轻的高富帅富二代人家不香吗？年轻貌美的未婚姑娘，人家凭什么选你啊？你再有钱也难找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出来吧。那如果是一个女的离婚带个娃，不管是带男孩还是带女孩都不好找啊。就算你有房有车，条件很好，那如果你要求不高，能接受带孩子的男的，那可能还有点希望。但是哈，如果你希望对方条件又好，最好还没有带孩子的，甚至希望对方是没孩子或者是未婚的话，那我也劝你趁早不要想这个事儿了，根本就不可能。因为那些条件好的男人啊，他可以找个离婚不带孩子的，或者是离婚没孩子没有生过的啊，都行。他为什么要找你啊？你的钱跟他有什么毛关系吗？所以现在那些已经有了孩子的人，你不要轻易的去离婚了啊！离了婚啊，你来相亲市场逛一圈，你就知道了你自己的市场怎么样了。你在婚姻中嫌弃自己的另一半这个不好那个不够，等你离了婚你再看一看，可能你想再找个前任那样的都已经很难了。如果你已经离婚了，那就踏实一点，别那么好高骛远，差不多就得了啊！跟谁过呀都是需要经营的。你不会游泳的话，你换多少个游泳池，你仍然不会游嘛，对吗？在婚恋市场女生的高学历高收入真的不一定是优势年轻貌美高颜值才是绝对优势。你不信可以来试试今天上午我们给一个88年的女士匹配到一个82年的男士，这位男士果断拒绝了她。那我就很好奇我就问男士，我说你看这个女生对于你的年龄来讲的话还是算年轻的，而且她的学历还挺高硕士毕业的。男士说，那我找老婆并不想找个学历特别高的呀，跟我差不多本科就行了比我低了也行我不太在意这个事儿的。我说，那你看人家也有房子有车，收入也有40多万了，跟你的条件是很匹配你们可以少奋斗好多年了呀。男士说，
他的房子、车子，包括他的钱，都不可能给我用的。如果结婚了，还不是住我的房子，开我的车，用我的钱吗？他的东西都是他个人的，我的东西要跟他一起共享的。女人给男人花钱，那不就叫倒贴了吗？男人给女人花钱，那不就叫天经地义的事吗？所以啊，他的房子、车子和票子跟我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不会看这些东西的。再说了，他这个岁数啊，大龄产妇了，生孩子都困难，绝对不考虑了。然后我就问他，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他说啊，我还是希望对方啊是90后吧，当然呢，年纪越小越好啊，我不拒绝啊，只要人家不嫌弃我，本科学历就行了。如果长得好看呀，那大专学历我也可以。然后呢，我就试着给他推荐了几个90后的女孩，他呀挑中了一个95年的女孩啊，长相漂亮、甜美可爱，本科学历。于是呢，我就拨通了这个姑娘的电话啊，跟这个女孩沟通了一下这个男士的基本情况。那这个95年的女孩呢，一口就拒绝了他，说不合适啊。那我就问她怎么了，为什么不合适啊？女孩说啊，她都40岁了啊，一年才挣50万，在北京只有一套房子，开个普通的车，长得也不精神啊，还有啤酒肚那么油腻，就这样的条件，我身边都不知道有多少呢，一抓一大把的。找这样的我还需要介绍吗？我前几任男朋友都很优秀的啊，不是创一代就是富二代，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呀？想想啊，可不就是嘛，人家又年轻又漂亮，学历也不差，怎么能看上你一个40多岁的男人呢？除非啊你贼有钱啊，他可能会考虑一下。如果没有这点优势，那他找你图你啥呀？总不能图你丑、图你老、图你不洗澡吧？是不是脑子撞坏了呀？于是呢，我就问小姑娘啊，我说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啊，人家说我想找个35岁以下的啊，年薪100万以上，在北京啊有2套住房以上的男士，最好学历比我高，长相呢喜欢高高瘦瘦的那种，最好呢情商高、聪明善良的，或者年纪大一些，成功人士也可以。啊，咱们来看看啊，你看绕来绕去啊，都是配不上的人。你们说说，现在的单身能不多吗？资本已经开始放弃中国女性了，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对于资本而言已经逐渐没有作用了，因为现在的男人开始觉醒。听到这里啊，一些敏感脆弱的姑娘们又该生气了，别以为我在胡说啊，给你们制造焦虑。男人已经开始反抗了，越来越多的男人选择单身不结婚，他们不再愿意用金钱去追求女孩子，有些男人甚至就是单身不结婚作为反击。资本呢，它的核心就是赚钱，现在的情况很明显，资本呢迟早都会抛弃女性的，这个并不奇怪，姑娘们可能不太相信。你们可以来看一看今年的七夕啊，在各大带货主播的评论区里，简直就像魔幻现实主义。有一个男生留言说啊，去年的七夕他给他的对象转了520，结果人家连声谢谢都没说。那今年呢，他就什么都不表示了。我就问各位在直播间的男人们，如果是你在520的时候收到了520元，你有什么反应？评论区里边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呼应他啊，那我会感觉自己很幸福啊，幸福的不得了啊。还有一个男人啊说，口罩的那3年，我和媳妇儿双双下岗啊，他在家里呢也没做什么，我呢为了养家糊口出去找各种兼职，我媳妇儿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份辛苦，真事儿啊。他除了清明节不收礼物之外，其他的节日都必须有礼物的，仪式感必须有，没饭吃了都得有，每一次都要跟我天翻地覆的闹腾，而且还每一次都拿离婚来威胁我。最后呢，我真的是受够了太累了。这些被资本洗脑的爱情观，不知道作死了多少的家庭。后来我干脆同意离婚了，后半辈子我为自己活别提多惬意了。我的钱我花在自己身上不香吗？我取悦我自己不香吗？这样也算没有白来人间一趟吧。这些可能正是很多男生的辛酸写照。你能听出点端倪了吗？我为什么说资本会放弃女生了呢？因为聪明的男生觉醒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男生赚的钱更愿意花在自己的身上，取悦自己，他们不再想去用钱取悦女人婚姻作为女生敛财和跳跃的工具已经开始溃烂和被人放弃了，因为男生不再想配合了。根据数据统计，从2021年开始，中国单月消费1000元以上的男性数量已经远远超越女性的人数了。别看男生平时不怎么花钱但是他们只要花起钱来都是大笔大笔的钱，几十万买个车，5、6万买个滑雪板上万的钱给自己的游戏充币改装一下车，去世界各地滑雪，到各大海洋潜水。其实男生们一直不缺钱，只是呢之前为了追求女性而低下了身段而已。
那现在他们开始觉醒了啊，好好的爱自己吧，取悦自己吧，不再维持金钱恋爱了。所以这些活不起的姑娘们啊，再想用钱来考验男生的真心啊，已经开始行不通了。咱们还是认认真真的谈恋爱好吗？以后啊，从男人这里捞钱的机会啊，可能只能碰运气了。大家觉得我分析的对吗？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现在的二婚低换女真的是很多。最近呢，有一位准备二婚的女人来找我啊，介绍对象。她说自己的要求不高，硬件条件方面啊，只希望对方有车有房，有个稳定的工作，收入正常啊就可以了。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啊，她一定得对自己的孩子好，视如己出啊，也舍得给自己花钱，物质上不能太吝啬了，喜欢大大方方的男人。女人呢，需要的都是仪式感，所以啊，不能因为是二婚啊就糊弄她。节假日呢，买礼物啊，这些都是应该的啊，是需要的。她说呢，希望对方是一个知冷知热、细心周到的暖男，希望对方能够多一些时间陪伴自己，一起呢逛个商场呀，吃个美食啊，散散步啊，看看电影啊。那种既浪漫又幽默的男人啊，是最能吸引她的。她呢，说着说着啊，这眼神都开始迷离起来了啊。说自己对于浪漫的男人是没有抵抗力的。我接下来说的一番话真的是啊，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我说你就别幻想着这种浪漫的爱情故事还能发生在你的身上了啊，咱们现实一点啊，30多岁的人了，都快奔4了。我告诉你啊，二婚的男人啊，根本就不想跟你搞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男人只在意你什么时候跟他去308研究一下人体表皮学，什么时候你能把你的骨盆献出来，理解吗？你要是跟他说你很慢热呀，他估计立马就放弃你了，追求下一个目标。如果你不想跟他在一起，就别浪费他的时间，明白吗？如果你喜欢人家，就别磨磨唧唧的啊，你也得拿出点诚意来，别在那儿拐弯抹角的向人家要礼物啦，要金钱啦，要诚意啦，考验观察指标一大堆。你又不是20几岁的小姑娘了，不谙世事。既然都是二婚了，一切都是要落在生活上的啊，实际一点儿。哪个二婚男人天天给你搞浪漫呢？再说了，现在男人人家也成长了啊，人家也不是傻子，他们不会一上来就拼命给你花钱的。那些男人花了钱，结果女人又跑路了的事儿还少吗？咱毕竟不是20几岁的小女孩了啊，男人没有必要在你身上花时间、花精力，还花钱啊去追求你，知道吗？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了。关键是女人的年龄才是价值啊，年轻才是财富啊，这个道理你要懂。岁数一大把了还不现实点啊，想法做事咱稳重点啊，低调一点行不行？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有一个男人条件不错啊，离过婚的能看上你啊，那都是运气不错了，知道吗？啊，咱就别在这儿提一大堆的条件了，审一审吧，行吗？啊，你们说对不对？为什么很多人啊相亲之后啊，他谈恋爱进展就很不顺利啊，成功率也不高，原因呢往往就出在了交往初期，非常容易触礁。最近有一段啊，认识都3个月了，现在已经呢濒临分手。女孩特别委屈啊，来找我说这个男生要不懂她，自己是个女孩子嘛，有的时候难免会有点小脾气，耍个小性子什么的。男孩呢不会说话，总惹她生气。以前还总是很快就来哄她了，送个礼物道个歉什么的。可是最近呢越来越冷淡了，吵完架了之后10来天都不找她。这一次呢，这个男生已经1个多月没联系女生了。于是呢，我就跟男生联系了一下结果男生说这个姑娘太作了每次呢都是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一句话没说到她心里，她就要跟男生掰扯，一定要男生服软了她才罢休。要是吵几句嘴那不管谁对谁错一定得男生过来哄她才行，甚至呢必须买个礼物表示真诚的道歉。他们出去玩吃什么玩什么都得按照女生的喜好。吃饭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帮他拉凳子没有帮他选喜欢的菜没有帮他夹菜他都会生很久的气说这个男生不在乎他刚开始的时候，男生因为比较喜欢他嘛什么都愿意由着他惯着他。那这一次呢，是因为男生跟他表白了，希望他们做男女朋友。结果这个女孩居然回答说还需要再考虑考虑这次这个男生沉默了于是1个多月了都没有联系这个女生了。现在的女生就很纳闷说男生为什么一生气他就不说话了呢？可是你让他说什么呀？他说了你听得进去吗？你又不会改。他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呢，你又会问他这是什么态度？他要是真的跟你表明了态度的话，你又会嫌他不真诚，说他是在敷衍你。于是呢，人家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咽下这种委屈
然后呢还得一次又一次的去哄你，每一次哄好了你之后，他还得自己躲起来哄一哄自己。但是这样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谁都会很累的，问题又解决不了，情绪呢还不停的在堆积，那总会有被压垮的一天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突然变得沉默了，不爱说话了，也不来哄你了。他不是变了，也不是不爱了，更不是在跟你较劲，他只是感觉到一种切切实实的心累、无奈和失望啊。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用尽全力去压抑他自己的脾气和情绪，因为他不想吓到你，也不想自己失控的时候说那些难听的话来伤你们的感情。但是你不知道的，他每调整一次情绪，你们的关系就会淡一点。不被理解和尊重的每一次啊，他独自咽下失望和难过的瞬间，他都在往后退，直到推到不想退的那一天，你们的关系啊真的就散了。你明白吗？你知道找老婆要避开哪几种女人吗？有一个40岁的离异男士啊，再婚之后过得非常幸福啊。那他呢给我分享了几点他是怎么找老婆的。他说呀，根据他的经验啊，一定要避开以下这几种女人，基本上就不会在婚姻问题上踩坑了。第一点，要看一个女人啊能不能跟你同甘共苦，这个非常重要。他的前妻就是在他事业失败的时候啊跟他离婚的，还分走了他的房子、存款和孩子，事业走到了低谷的男人，这个时候还要去面对这种女人给他的人生啊雪上加霜，伤口上再撒一把盐，谁受得了啊？他说其实判断这一点啊并不难，你只需要跟这种女人说，哎呀，我可能快失业了啊，我可能要破产了，我再也给不了更多的钱给你花了。如果是一个把物质看得特别重要的女人呢，这个时候啊，她不会继续在你这里耗她的时间的，她可能一天都受不了。所以这种物质女人是真的不能要的。第二种呢，就是性格太作的女人，心里想什么啊，永远不会跟男人去沟通的啊，总是让你猜。谁天天没事琢磨她脑子里想什么呀？一吵架就跟你提分手啊，这种女人啊，结婚以后就动不动会拿离婚来威胁你。男人要不断的用挽留啊来证明对她的爱，不管对还是错啊，只要是吵架了，永远都是男人来哄她，不哄就说你不爱她，你要是不哄啊不挽留啊，她就不肯罢休，然后啊把男人的这个耐心啊都磨光光啊，最后你们的感情啊也就磨完了。第三种女人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女人，这种女人特别可怕啊，她非常情绪化啊，一句话不对啊，上来马上就提高嗓门，拉开跟你吵架的阵势。在她的认知里，男人就得顾着她，顺着她，让着她，那才叫男人呢，那才叫爱她呢。如果娶了这样的女人啊，那必定是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如果有了孩子，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呢？你们说是吧？第4种啊，巨婴女人，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妈宝女、公主病。现在太多这样的女人了，哪怕走到了40岁啊，她还要回家跟父母撒个娇呢。跟男人相处呢，你什么都得照顾他啊，他在家里啊只负责貌美如花，你必须负责赚钱养家，你还得会干家务，会哄他。一个男人娶了她呀，就娶了个祖宗回家，那没辙呀，谁叫你娶了她呢？那你就得伺候她。人家说了，我是女人得给你生孩子呀，你不就得付出一切吗？看看我爸妈是怎么对我的，你就应该怎么对我，那才是对的。所以啊，看一个女人适不适合结婚啊，就看这几点啊，一个不物质的，能跟你同甘共苦的女人，一个能接受你的缺点，包容你错误的女人，一个能给你温暖和理解，能把家里啊营造的甜蜜温馨的女人，一个愿意和你携手共进白头到老的女人，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你们说对吗？来，星星亮一个啊。如果你的闺蜜总跟你说你男朋友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最近有个姑娘跟我说啊，这件事啊让她特别困惑。她有2个闺蜜啊，都是单身。大学的时候呢，她们仨就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啊，大家都27、8岁了，家里边也催得比较急。现在呢，只有她啊谈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男朋友。只不过呢，她这个男朋友可能在经济条件上真的是不太好，在北京没有房子啊，有辆20万左右的代步车，他们俩租房子住。男朋友呢，1个月工资就2万多。每年2个人除了春节啊，只过情人节和生日。男朋友对自己其实也挺好的，虽然他现在没有多少钱，但是啊，他是个很努力很上进的人。他的收入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也每年都在不断增加的。谈了2年了，男朋友确实没有给自己买过什么高级的奢侈品啊、礼物什么的，但是他俩都希望把钱呢攒一些啊，留着以后婚后用。他自己认为
那些什么名牌包包呀、高端服装啊，穿在身上不过是给别人看看而已啊，那自己的生活自己才知道，那何必活得那么虚荣呢？再说了，她认为自己是属于那种其貌不扬的姑娘，所以她就想做一个安分的女人，找一个普通的男人，过过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可是啊，她的这2个闺蜜啊，这2年真的没少劝她啊，说你就别跟这个男人在一地儿吃苦了啊。大北京有的是混得好的男人，为什么不重新选择，找一个有钱的？干嘛那么努力攒钱呀？你这个男朋友这么穷，他根本就不配结婚，未来有你哭的时候。就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没有听他们劝的，那现在联系都变少了，所以他自己呢也开始怀疑啊，自己坚持的是不是错了，甚至他自己都开始有点动摇了。想一想北京的房价啊，以现在男友的实力，估计未来是不可能在北京立足的，所以他最近啊都有点抑郁了。可是我跟他说啊，你别听他们的，听他们的你就会跟他们一样，最后成为大龄剩女，做梦都在等一个霸道总裁爱上他。最后呢，等到了人老珠黄，被人家男人挑来选去啊，被有钱的人玩弄身体和感情，到时候呢，他们就会明白那句话，圈子不同不要强融，总想攀高枝儿，你咋不看看自己到底是野鸡还是凤凰啊？再说了，下回他们再这么劝你，你一定要给他怼回去。你说关你屁事啊，我老公我自己选的，我乐意，他是花你家钱了还是吃你家大米了？你不要给他们面子，你要相信啊，总有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啊，想看你笑话的人，一定要跟他们保持距离的。就如果你也被他们带节奏了啊，也跟着一起挑你老公的毛病，要不了几年啊，你就会发现啊，别人呢都好好的啊，就你本来该有的都没了，到那会儿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明白了吗？所以在当今这个社会啊，当滥情都成了主流的时候，深情反而成了罪过。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都是有罪的。一个女人年轻的时候啊，如果你太挑剔了啊，那你年龄大了之后啊，必定是被别人挑剔的。前几天我这有个42岁的未婚大龄女人私信我哈，她说有没有希望再找到合适的，其实还是想结婚。她自己都说哈，以前自己太挑了，所以呢挺后悔的。现在想想啊，之前那些错过的人其实还是都合适，但是当局者很迷嘛，那会儿啊自己觉得自己条件好，反正呢都能挑出别人的毛病来啊，没有满意的，好像全天下男人都配不上自己啊。就算后来啊有过接触的异性，也没觉得相处的多好。哎，我可能啊对婚姻也有一种洁癖吧，我不能去接受一个有瑕疵的婚姻，所以我不但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人哦，我还在追求一个完美的关系。我害怕吵架啊，怕那种破碎的感情和勉强维系的婚姻关系。我要的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感情，不需要动脑子就能维系的婚姻。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问题太大了？可是现在我还能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让我给他呀一些建议啊，于是我说，那你现在找的话，就得把你的条件放低了才行。找个条件不如你的啊，可以的。如果想找条件好的，可能你就得考虑那个岁数比你大很多的老男人，可能啊还是离异有孩子的那种。他一听就说啊，那我还是宁愿找个年龄相仿的，条件不如我的。这个时候啊，我就给他看了几个男士的资料。他看完了之后说，姐啊，这几个我感觉啊都没啥眼缘。你想想啊，我如果找个条件不如自己的，那我想我得图点啥吧，长得好看也行啊，或者比我小的，长得阳光的，条件差一些的。哎，我这么一听啊，真的又很无语了。年纪跟你差不多或者比你小的，他但凡长得好阳光帅气，就不会缺女人喜欢。你要是想要养小白脸儿，那你这点实力啊其实又不太够。你虽然比普通人条件好一点儿，但还没有好到可以让一个阳光帅气的比你年轻的男人愿意跟你去结婚的。他短择一下是可以的，你想跟他结婚啊基本没戏啊。后来啊他又改变了想法啊，说那就找个条件比我好很多的年纪大的10岁以上的男的也可以的，那样的话最好资产能过亿。这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了啊。我们的对话也就终止了，我不想在这儿跟他费劲了。我相信啊，如果我真的给他介绍个50好几的啊，资产过亿的，他估计还嫌人家老呢。所以那句话说的没错啊，出来混啊，有些债你一定是会还的。特别是女的，年轻的时候你太挑剔了，等你年纪大了之后啊，就会被别人挑来选去的。就像下午的那个菜市场啊，论吨卖了啊，都没有人要，你们说是不是啊？